嗨，大家早上好，我是玉华。早上起来先称个体重，今天是58.1公斤。总之这周体重是不会往下降了。因为我的面包吃完了，所以今天呢来做面包。我用的材料特别简单，就是水，然后这个是全麦面粉，然后这个是橄榄油，然后另外呢我还会用到一点点盐和一点点发酵粉。这个面包机呢，也是在比利时买的，很便宜的一个面包机。我用它的频率可以说是相当高，因为我老公是特别喜欢吃馒头，他也喜欢吃面包。我给他做的是那种特别软的那种面包，小面包，所以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馒头，还有那种软面包。但是我是不吃的，是给他吃的。他说特别好吃。那现在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吧，特别简单。就是这个面包机刚买回来的时候它带了一个面包机的食谱。那我呢就发现它这个第一个配方就挺好的。它这个第一个配方呢叫做basic bread， 就是基础的面包，经典面包。那它里面呢就是放水、油、盐、糖和奶粉这2样东西我就不放了，其余的东西我全部都放。所以就是如果做一个中等大小的面包，就是750克的面包的话呢，就需要225克的水，20克的油，他说是1勺半，这个我后来量过了，20克的橄榄油就可以，1小勺盐，这个3/4的糖我就不放了，因为我发现不放糖效果也是一样的。然后他让放1勺半的奶粉，这个我也不放了，因为效果也差不多。然后450克的面粉，另外还有1勺发酵粉。今天我这个面粉可能有一点不够，因为我感觉不太够450克，如果不够的话，我会加一些普通的白面粉。那现在就开始做吧。我一般就是拿一个秤，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材料放进去，先称225克的水。然后放20克的油，1勺盐，我去拿盐，盐放1小勺就可以了。然后下面放450克的面粉。只有280多克，所以还得加普通面粉，把它加到450克。最后再来1勺发酵粉，我用的是这种干的发酵粉，非常方便，这样放1小勺就可以了。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之后，就把它放到面包机里。然后开启程序，然后选第一个程序。第一个程序中等大小的750克的面包，它大概要做3个小时才能好，所以现在开启它就可以了。这样中午就可以吃上新鲜的面包了，就是这么简单。今天的早餐和昨天差不多，就我煮了2个水煮蛋，然后还有昨天剩下的3片火腿片，然后还有3个草莓，1杯咖啡。这个草莓我发现不能放的时间太长，放了2-3天已经感觉有一点不太好了，所以我就把其余的草莓全部都洗好切好，把它冻起来了，放到冰箱里冻起来，以后可以做 smoothie 用。好了，那我开始吃早饭了。大家好，我是玉华。今天是2022年1月28号。我本来应该前2天，就是称体重的那一天来拍这个跟我一起过一天的这个视频，但是因为前天有一些事情，然后再加上昨天一天也比较忙，所以我就没有拍，我就把这个跟我过一天的视频挪到今天来拍了。
那这一周呢，我的体重还是处于一个就是维持不变，甚至有一点往上涨的一个阶段。我估计过了这个星期之后呢，就会迎来体重下降的阶段了。所以呢，我也挺淡定的，一点都不着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减肥是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发现啊，很多人，包括我曾经也是这样以为的，就是我认为减肥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事儿，就是我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我少吃多运动，然后把体重赶紧减下去，达到我的理想体重之后呢，我这减肥的阶段性任务就完成了。那之后会不会反弹之类的这些事情，我通通都不会去考虑。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当时我唯一想的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这个周期可能会很长，因为我是大基数嘛，不是那么好减，要减的公斤数比较多，所以肯定比别人用的时间长。我当时刚减肥的时候，我是计划好给自己1年的时间，然后1年之内减到多少多少。但是之后要怎么生活，怎么配合饮食和运动，我都通通都没有去想，我也没有去考虑。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减肥减到自己的标准体重之后，我会怎么办？我会怎么样接着去过我之后的生活？但是现在呢，就是减肥减了1年半多，从8字头减到5字头，一直到现在，我真的感觉我对这个减肥这个事情已经看开了。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我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减肥对大基数人群来讲，真的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因为我们之前体重实在是太重了，本来就不是一个短时间能减下去的事情。可能对小基数的人来说，突击个3个月减掉8公斤是非常快速阶段性的一个事情，然后之后就好好维持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我们大基数来说，这个战线真的是拉得太长了，长到以至于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我现在所有吃东西的方式，包括我的胃口也变小了，我的口味也变清淡了。我之前爱吃的所有的那些东西，我现在都不馋了。我之前喜欢吃蛋糕，喜欢吃冰淇淋，喜欢吃各种甜点，我现在根本就想都不想，就是对这些东西一点都不馋。我只要1天3顿，按照自己喜欢这种方式，一顿一顿的吃饱吃满足就可以了。我真的一点都不馋外面的那些吃的东西。其实对于我们大基数的人减肥来说，减肥就是一个习惯养成的过程，你的习惯养成了，肥自然就减下来了。我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也觉得痛苦，觉得吃的这么少，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经常会收到留言，观众鼓励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真佩服你，你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我刚开始减肥的时候真的是靠坚持的，因为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就完全变了个样，而且那个时候还要运动。这运动对我来说也是有点痛苦的一件事，因为本身从小就不爱运动嘛。那段时间是真的在坚持，但是我发现当我坚持了1年以后，所有这些事情都变成了一个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了。习惯对一个人的改变真的是特别的大的，而且我现在不是不锻炼了吗？我觉得我就更没有压力了。以前我减肥的时候，一想到我今天要去健身房，或者说我今天要踩半个小时椭圆机，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一种负担。但是现在不锻炼了，只是靠控制饮食，体重也还是有规律的在往下降，所以我就更没有压力了。每天就是正常的过自己的生活呗，正常的吃饭，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生活轨迹，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啊，咱们大基数人减肥真的就是不能着急，慢慢摸索出自己喜欢的饮食习惯，改变饮食结构。我觉得我这30多公斤减下来啊，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饮食结构的改变。以前我非常依赖碳水，每顿饭都要吃很多碳水，但是现在我的饮食结构就完全变了，以肉和蔬菜为主，然后主食吃一点点，然后就是吃饭的顺序真的非常重要，先吃肉和菜，最后吃碳水，碳水永远放到最后。你再喜欢吃那个碳水，你也忍住把它放到最后去吃。当你吃完肉和菜之后，真的基本上都饱了，那碳水你可能吃2口你就不想再吃了，它再好吃你也不会再吃了，因为已经饱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给自己压力，尤其是女性的生理期特别影响这个减肥节奏。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少吃，这个体重还是不会变的，甚至往上涨一点，把你气得要死。但是过了这半个月就好了，这半个月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减肥的黄金期。但是至少我们有半个月的时间是让我们掉秤的，所以广大减肥的女性朋友们啊，一定要去研究一下自己的生理期，有可能这个规律每个人不同。我的规律呢是从生理期的第3天开始，一直到排卵期的最后1天结束，这中间这段时间大概就是15天半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我的体重是肯定不会往下降的，但是只要是过了排卵期，然后体重就开始往下降了，而且这半个月降个1.5到2公斤没什么问题。这样算下来呢，就基本上是1个月能减1.5到2公斤。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啊，都去监控一下自己的体重，尤其是围绕着生理期附近的时间，哪段时间容易往上涨，哪段时间容易往下降，你也会发现自己的规律的。一旦你发现了自己的规律，那段时间体重不降，你也不会有压力了，这样特别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至少我们不会因为体重秤上的数字不变而抑郁。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身的肉啊，是几十年累积下来长上来的，不可能在短时期把它甩出去。所以慢慢来，1个月3斤的速度真的是挺好的，有的时候慢就是快。所以大家减肥的时候都有点耐心，千万别焦虑，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减下去的。那好了，我的面包差不多快做好了，我们去看一看面包吧。面包快好了，我已经闻到面包的香味儿了。好了，哇哦！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面包。好，出来了。哎，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包是不是很可爱？长得像一个寿桃，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个面包，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就让它稍微凉一凉，然后切一下，中午就可以吃了。今天中午吃面包和花生酱，把它盖上。OK， 再来切一片。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包做的还是不错的，它里面这个气孔还是挺均匀的。但是现在太热了，我得等它稍微凉一凉，然后用那个切面包的机器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不然的话我手切总是切的不太好。我比较喜欢吃这边上的硬硬酥酥脆脆的感觉，带上2片。好了，都吃完了，超级好吃，面包配花生酱就是最佳组合，就是天堂，太好吃了。4点多有点饿了，然后我就吃了点坚果，还有2个无花果干。现在这个面包凉了，我们来切一下这个面包。我也是第一次操作，不知道操作的对不对，试一下。以前都是我老公操作的。Walking by the ocean, feeling all the motion. When she came right up next to me,
晚餐呢，我就炒一个鸡胸肉和蘑菇、红椒还有洋葱。这盘鸡胸肉呢有点多，所以我只用一半，剩下的一半呢就明天晚餐炒一个别的菜，然后一会儿再弄一个芹菜汁儿，今天的晚餐就搞定了。I'm running your way, but you push me away. Your lifeline, losing your mind. I'm here for you, babe. I've loved you the same this whole time. So tell me, what's on your mind? And I'm not here to hear you say you're fine. I can take the pain you hold inside. I wanna know, wanna see it. Can I feel your kryptonite? Can't get this off my mind. Does it only control you? Let me in, I'll help you out. I won't lose you this time. 我的菜做好了，看起来还不错吧？I scrolled down your Insta page, saw a picture that I didn't wanna see. He had his hand around your waist and a smile on your face, lik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Cause only 8 months ago he was holding your hand, slow dancing and kissing the top of your head. And I don't know how to compete with that, 'cause you were friends since you were kids and it still feels like we just only met. Yeah, I was so naive, thinking that you've only felt this way for me. You always tell me I'm the only one you wanna be with, so why can't I believe it? Yeah, old boyfriends kinda scare me, 'cause they all got a little bit of history with you. Even when you try to tell me I got no real reason to worry, my mind starts to imagine. 晚饭吃完了，最后只剩了一点点菜，我实在是吃不动了，然后还剩了一点点芹菜汁，吃的还挺饱的，吃到这个程度呢刚刚好。那我又该去收拾厨房了。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请订阅一下，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这样下一次你就会收到我新视频的通知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